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 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 Shock。上次影片介绍这一款 Issey Miyake Man 1996春夏季的 Pleated Linen 亚麻打折开襟衫，那是非常经典的款式。还有那款 Beams Box Fit Oversized Crop Shirt 中短版的衬衫，很适合穿出显高比例的这种独特的版型设计。那还没看的观众可以参考一下上一部影片介绍。今天则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Uniqlo U 系列最近又释出了一款非常推荐的工作衬衫，而且这一次新推出的这一款衬衫，它是全台门市都有贩售的常规单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家里附近的 Uniqlo 都买得到，所以是很推荐的一款。重点是面料的部分，我个人非常喜欢。前几天也有找时间去实体店实套，所以待会就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享这一款新推出的工作衬衫。那实际穿起来 size 感如何？它的面料有什么独特的点？还有尺寸、颜色推荐哪一款？待会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析。好，那就先重点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 JOTD。OK， 今天搭配主要是夏季成熟风的精品混搭。首先，裤装的部分同样是今年春夏 Uniqlo U 所推出的这款宽版卡其裤。再来开襟衫的部分，就是上支影片也有介绍的1996春夏季 Issey Miyake Man 它的这一款非常独特的亚麻打折开襟衫。细看的话，就是布满着它很独特的不规则打折设计。那同时，它是100%天然亚麻材质。不像是近代推出的 Ombrisse 的那种聚酯纤维的打折设计，所以是更天然，那也是更具收藏价值。同时单论凉爽度还有版型设计，绝对是我今年找到的衬衫类单品中最推荐一款。纽扣部分它又是采用这种很漂亮的天然贝壳扣设计。那如果对这款开襟衫有兴趣的话，上一部影片有完整介绍，可以参考看看。在凉鞋部分是 Paraboot 所推出的 Pacific， 近期入手这一双二手的 Pacific 的款式，可以说是我今年春夏最常混搭的凉鞋。之后会找时间拍一部影片跟大家完整介绍这一款 Paraboot 的 Pacific， 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最后包款的部分就是今天的搭配重点。其实看色系组合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搭配主要是选用3个色系来跟大家分享。除了主体的部分是蓝白色调，我之前说过夏季最推荐的色系组合之外，用这种比较淡色调的蓝白色系，就可以更加凸显出今天的搭配重点，就是这款棕色调的 Louis Vuitton 的包款。同时为了呼应 Louis Vuitton 这一款棕色调的包款，凉鞋部分特别选择这一款棕色调的 Pacific 来搭配，这样的话在色系组合上就非常和谐自然，混搭上就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的搭配的重点就是这一款 Louis Vuitton 的包款。今天搭配的这款 Louis Vuitton 非常有特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包款设计。这款是 Louis Vuitton Sac Depot Epi Shoulder Bag， 也就是在之前影片中也有介绍过 Louis Vuitton 的各式包款系列中，我自己最喜欢的 Epi 系列。这款的生产日期是1996年8月，同时它是 Made in France 法国制的。以1996年用到现在状态维持的这么漂亮，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Louis Vuitton 的 Epi 系列在耐用度来说可以说是最耐用的一个系列。毕竟 Louis Vuitton 最出名其实是它的 Monogram 的那个老花系列，像是我旁边的这个摆饰用的皮箱，这个就是 Louis Vuitton 最经典的 Monogram 的老花系列。其实 Monogram 的话看起来有点像是皮革嘛，事实上它是帆布涂层的这种材质。像是这款 Vintage 的手提箱的话，主要有这个 Monogram 的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帆布涂层设计，皮革的部分只有在这里。绑带的部分还有四角的部分才是皮革，
所以论耐用度来说，当然还是皮革最耐用。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经典的 Epi Sac Depot 的话，整体面料的部分都是采用牛皮材质，内衬内里的部分也全部都是采用100%的麂皮材质，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人工材质混合在里面。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 Louis Vuitton Epi 系列他们的创作背景。这种水波纹的 Epi 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创办人 Louis Vuitton 跟他的儿子 George Vuitton， 他们为了追求更加耐用、防泼水的这种皮革，所以以麦田的那种风景作为创作灵感，研发出有加工过的这种水波纹的牛皮材质。这种水波纹牛皮的话，最大的特色就是抗刮、耐磨、耐用的特性。所以你看，用了那么久，基本上完全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磨损的痕迹。就算有一点点磨损的话，也看不太出来，因为它的这种水波纹的设计就比一般那种光滑皮革材质更加耐用，那刮痕什么的都看不太出来。这部分就是这个 Epi 系列最大的特色，同时也是刚开始想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包款的话，又不太想常常给它做保养，基本上这种 Epi 系列的话，我个人非常推荐。除了定时上保养膏之外，基本上不太需要怕它有产生刮痕。回到它包款本身设计，这一款 Sac Depot 的话，其实它的轮廓设计上算是蛮典型的这种水桶包的设计，所以你也可以称它为 bucket bag 或者是 shoulder bag 都可以。Sac Depot 这个法文的意思本身就是肩背包的意思。同样的 Sac Depot 的话，据我所知，还有推出2种 size， 这种比较大的 GM， 还有比较小的 PM。论男生的话，当然是包款设计越大越好。当然，这一款 Sac Depot 的设计包款本身是男女适用，不过以它的尺寸上来说，基本上男生佩戴的话，我觉得更加自然好看。肩背、侧背的感觉是不是非常自然和谐？刚刚好的 size 感，背带长度也刚刚好。同时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它的背带部分是比较偏粗的这种背带，有点像是皮带的那种宽度。这种比较粗的情况下，男生佩戴的话就不会有那种违和感。跟皮带一样，它是有做多孔调节设计。你如果想要背稍微短一点或者是长一点，就可以在这边孔洞做调节，非常方便。同时这款 Sac Depot 你可以肩背，那平常外出的话，你也可以手拿。像我平常也喜欢这样子手拿。是不是也非常好看？细节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在侧边这里有 Louis Vuitton 的 logo 压印，还有 Made in France 的压印，正面就有立体的 Louis Vuitton logo。另外这款包款的专属压印，可以看到生产年份的那个专属序号压印是在这里，皮带的下方阴影处可以注意到，整体轮廓是偏有点三角形的感觉。开关方式也很简单，解开前面的纽扣就好了。同时这一款包款最推荐的点就是在于它还有多附一个可拆式的内袋设计，颜色用料都完全一样，都是 Epi 系列。正面这边也有 Louis Vuitton 的压印，同时它的这款拉链内袋的话，内衬的部分也是采用真的天然麂皮材质，所以摸起来非常滑顺舒服。这种袋中包的设计的话，就很适合放个悠游卡或是零钱之类的。平常如果搭捷运的话，你看你要垂在外面这样子搭配也可以，不然就是放在里面，然后如果要过关的时候你就闭一下，这样子放进去就很方便，不用再特别再找皮包的那种感觉。所以有多附这个真的很棒。当然你如果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拆下来当做是另外一个随身包来做使用，也很不错，有点买一送一的感觉啦。而且主体包跟附的这个可拆式的袋中包，两个状态都维持得非常漂亮，很推荐。而且难得2样都有包含在一起。一般二手市场中最常遗失的就是这个袋中包，很多人都会拆掉，那就弄不见。同时它原始的专属防尘袋也完整保留，内衬是绒毛的这种设计，平常没有用的时候就可以把整个塞进去。这一款 Sac Depot 的话，容量部分其实还蛮大的。论收纳量的话，像我现在有塞一个外套在里面，
基本上这个 sack depot 的话，一般的情况可以塞2件外套都 OK。给大家看一下内里的部分，它内里的部分全部都是这个天然麂皮的材质。那二手市场中最怕的就是内衬里面都是破得很严重啊，或者是里面都有发霉之类。这一款的话，内衬的部分非常漂亮，几乎可以说是8、9成新的等级。因为它是天然麂皮，摸起来非常滑顺，有那种绒毛的触感。整体而言，它是一个非常耐用，日常使用上来说也很方便，又有带中带的设计。同时，它的外观这个 epi 面料部分又非常漂亮。远远看的话，懂 Louis Vuitton 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 epi 系列就是 Louis Vuitton， 可是又不是像 Monogram 的这种老花这么招摇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尝试看看90年代的这种很高质感的 Louis Vuitton 包款，同时又不想要太过于高调的那种设计的话，很低调的 epi 系列的话，我就非常推荐。这款 epi 系列基本上也是近期越来越难找到了，市面上比较常看到的都是比较偏小的那个 PM 的 size。PM 的 size 的话，我个人推荐是女生来做使用，那男生的话尽量是选择 GM 的这个大款包款设计，背起来的这种 size 感来说，比例上比较漂亮。所以如果想试试看 Louis Vuitton 的包款的话，这一款真的是我目前最推荐的款式，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最后饰品的部分，左手同样是90年代的 Seiko Dolce， 这样子组合起来，今天的搭配就非常完整自然。好，简单介绍今天的搭配，那马上就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这一次 U 系列所新推出的这一款男装工装宽版衬衫，颜色推出 Dark Gray、Black 跟 Khaki。最推荐的是 Dark Gray 跟 Black 两个颜色都非常漂亮，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实穿的感觉。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 Dark Gray 的 L size， 它版型设计也非常宽松，所以以我的身形17280公斤，实穿就是 L size 可以穿到自然的宽松舒适感。平常如果穿 XL 的话，差不多选择 L size 就可以。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Dark Gray 的感觉。Dark Gray 的话，说实话，远远看是偏黑色的感觉，实际的颜色是偏有点铁灰色。最推荐它这款宽版衬衫，就是在于它面料的光泽感。他们在面料选择上，光泽拿捏的非常漂亮。面料部分是采用57%棉混，43%的尼龙材质，在光泽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种斜纹的面料。肉眼看我完全没有调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很明显有呈现发亮的光泽感。这个光泽质感的话，我觉得就做得非常漂亮。而且这一款的话，不是那种易皱材质。最近 Uniqlo 推出很多款，像是 C 系列推出的那种宽版衬衫，都是比较偏易皱材质，随便捏一下就很皱。这一款的话完全不会，所以日常使用上来说非常方便，穿起来也有一定的飘逸感。目前台湾天气来说，你可以当做是罩衫来做使用，细看它这个光泽纹理，带有这种光泽感，真的非常漂亮。同时它内衬跟外层的材质是不太一样，内衬的话光泽感更加明显，同时也非常滑顺舒服，比外衬更加亲肤滑顺，实穿的这种舒适度来说真的是非常推荐。稍微扣起来给大家看一看，胸前是采用2个大口袋设计，同时它的这2个大口袋都是选用这种上掀式的设计。另外给大家看一下背部，背部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注意到它也有做这个算是透气式的设计，不确定它这一款是不是有防泼水的特性，毕竟它又混了尼龙材质，我相信它有一点基本的防泼水，光线照下来的这种光泽感是不是很漂亮。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同样是 L size， 那是黑色的版本。黑色的话，日常搭配当然是更加实用。同时，黑色的光泽感，我觉得也做得非常漂亮。无论是外侧或者是内衬的部分，光泽处理上都非常好看。随便晃动产生的这种阴影褶皱，是不是非常漂亮？内衬也是很滑顺、舒服、冰凉感。而且口袋设计又这么方便，再加上它是宽版 box 的 oversize 感觉，同样给大家看一下扣起来的感觉。
基本上这一件的话，几乎全扣都 OK， 它的宽版设计不会勒脖，所以接下来秋冬季混搭的话，你可以全扣当做是内搭衬衫也非常合适，外侧再加一个针织背心啊，或者是针织毛衣之类的，整体搭配上也非常 OK， 所以以台湾天气基本上一年四季都用得到啊。重点是这款宽版衬衫售价同样非常亲民，定价是1290元。OK， 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U 系列新推出的宽版工作衬衫，非常实用耐穿，面料质感还有光泽感来说，绝对是超过这个定价的价值。铁灰色跟黑色最可以呈现它们这种面料的光泽美感。那你如果想要穿的更加 oversize， 更加有设计感的话，再大个1-2个尺寸也 OK， 而且重点是它是推在常规单品，所以基本上所有 Uniqlo 店铺都买得到。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临近门市套看。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今天介绍的这款 U 系列新推出的宽版工作衬衫，还有今天实穿的 Issey Miyake Men 1996春夏季的高质感 Pleated Linen Shirt， 还有今天的搭配重点的这一款 Louis Vuitton Epi Sac Depot 的设计，这么大又是全牛皮的材质，再加上它是 Louis Vuitton 非常经典的90年代设计，状态又维持着这种8-9成新，内侧的带中带也完整保留，整体而言是非常漂亮，那也很难得可以找到这样的状态。这几款单品的商品链接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到这边，那如果喜欢这一型穿搭影片或是公猫剧评的话，再把大家发现跟频道，并且开始当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发一下，还有ShowBook 虾皮卖场近期外商新品，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我是 Rock， 我们下次见。